欢迎再次翻开墨色星图。在上一次的旅程中，我们跟随奥菲斯的脚步，见证了凡人试图挑战冥界法则的心碎结局。今天我们不谈凡人，我们要来谈谈这片死寂国度真正的主宰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众神居住在阳光灿烂的奥林帕斯山上，享受住无尽的欢宴与赞美。然而，有两个人却与这份喧嚣格格不入。一位是被抽签分派到地底深渊的冥王黑帝斯，他掌管住所有的亡魂，坐拥地底无尽的财富，但他的世界永远只有冰冷的岩石与无声的叹息。他是诸神中最孤独、最被生者畏惧，却也是最恪尽职守的神明。另一位是农业女神迪密特的掌上明珠，春天与花朵的女神波瑟芬妮。她纯洁、无忧无虑，被母亲像温室里的花朵般严密地保护住，隔绝了一切世间的险恶。这是一条光与暗的平行线，一位是看尽死亡的深渊之王，一位是向指生机的纯真少女。按理说，他们永远不该有交集。但命运总喜欢在最平静的时刻撕裂大地的裂痕。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波瑟芬妮与水泽仙女们在西西里岛的草地上采花。突然，她的目光被一朵奇异的花朵吸引了。那是一株拥有100个花苞的水仙，散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甜美却又迷幻的香气。波瑟芬妮不知道，这朵花是大地之母盖亚与众神之王宙斯联手为她设下的陷阱。当他好奇地伸出手，将水仙花连根拔起的那一瞬间，大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，泥土在他脚下瞬间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。从那纯粹的黑暗中冲出了一辆由4匹纯黑神马拉动的黄金战车，驾车的正是头戴隐形头盔、气势威严的冥王黑帝斯。他在黑暗中注视这位少女太久了，那份对光明与温暖的极度渴望，最终化作了无可阻挡的掠夺。黑帝斯一把将惊恐万分的波瑟芬妮拉上战车，没有等仙女们反应过来，战车便带住少女凄厉的尖叫声，重新遁入了黑暗的地底。大地瞬间愈合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只留下散落一地的花瓣，以及空气中残留的幽冥的冰冷气息。春天的女神就这样坠入了无光的深渊。当农业女神迪密特听见女儿最后的呼救声赶来时，原野上空无一人。这位母亲发疯似的找寻她的女儿，她点燃了火把，不眠不休地在世界各地流浪了9天9夜。终于，洞悉世间一切的太阳神不忍心看她受折磨，告诉了她真相，是黑帝斯带走了她，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宙斯的默许。得知真相的迪密特内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狂怒与悲绝。他是丰收的赐予者，但当他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阳光，他决定让整个世界陪他一起枯萎。迪密特离开了奥林帕斯山，隐居在凡间。随着他的悲伤，大地的生机被彻底抽离，种子在泥土里腐烂，果树不再结果，翠绿的草地变成了荒芜的冻土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冬天。人类开始面临饥荒，成千上万的生命在寒风中无声的死去，祭坛上再也没有献给神明的贡品。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慌了，宙斯接连派出无数的神明去劝说迪密特，但这位心碎的母亲只有一句话：除非让我再次看见我的女儿，否则大地将永远被冰雪封死。而在地底深处，另一个故事正在悄悄发生。初到冥界的波瑟芬妮日夜哭泣，拒绝进食。她思念阳光，思念母亲，但在这漫长而寂静的黑暗中，她渐渐发现冥王黑帝斯并不是怪物。他虽然冷酷，却对他保持住绝对的尊重；他虽然寡言，却将冥界最珍贵的宝物都捧到了他的面前。而在注视住无数亡魂走过冥河的过程中，这位曾经天真烂漫的少女看见了生命的尽头，看见了众生平等的归宿。
温室里的花朵在黑暗中开始生出坚韧的根系，它开始理解这个国度，甚至开始理解这位孤独的王者。就在宙斯的使者带住将他带回阳界的命令抵达冥界时，黑帝斯知道自己必须放手了，但在离别前，他递给了波瑟芬妮一颗冥界的石榴。在古老的法则中，凡是吃下冥界食物的人，灵魂便永远与冥界绑定，再也无法彻底离开。神话没有告诉我们，波瑟芬妮是不小心吃下的，还是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自愿。我们只知道，她接过了那颗如鲜血般红艳的果实，吞下了6粒石榴籽。这6粒石榴籽不仅是她与冥王定下的契约，更是她告别纯真少女，加冕为冥界女王的仪式。当波瑟芬妮走出地底，回到母亲的怀抱时，迪密特的喜悦让冰封的大地瞬间复苏，百花绽放。然而，当得知女儿吃下了冥界的石榴籽时，巨大的绝望再次笼罩了这位母亲。法则不可违背，即使是宙斯也无法更改。为了平息大地的灾难，命运做出了最终的裁决，也是最无奈的妥协。因为吃下了6粒石榴籽，波瑟芬妮每年必须有半年的时间回到冥界，坐在黑帝斯的身边，做那位威严的冥后，而剩下的时间，她可以回到阳光下，与母亲团聚。从此，大地的时间被一分为2。当波瑟芬妮回到阳界时，迪密特喜笑颜开，万物复苏，这是百花盛开的春季与生机盎然的夏季。而当波瑟芬妮向母亲告别，转身步入黑暗的地底时，迪密特便会陷入哀伤，树叶凋零，大地陷入沉睡，这变成了秋季与寒冷的冬季。黑帝斯与波瑟芬妮的故事表面上是一场神明的掠夺，但它更像是人类对自然规律最诗意的解读。它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事物能永远留在温室里。波瑟芬妮的旅程是一个女孩被迫面对黑暗，最终在黑暗中找到自身力量的蜕变史。她不再只是母亲的附属品，她是唯一能穿梭于生与死、光与暗之间的神明。同时，这也是关于放手的故事。迪密特必须学会接受女儿的离开，就像我们必须接受生命总有凋零的时刻。冬天不是大地的死亡，而是万物为了下一次绽放所做的蛰伏。死亡与新生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敌人，而是如同黑帝斯与波瑟芬妮一般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永恒共舞的伴侣。这里是墨色星图，在星空下为每一段灵魂的故事驻足。愿你在生命的寒冬里依然保有等待春天的勇气。我们下期见。